50万平方米的南海的一个岛叫太平岛，它不能够主张海洋权益。所有的海洋法学家都对此是提出疑义，因为如果这个认定是确实像有些国家说的，这是一个必须要遵守的最终的审定，那世界海洋的版图就要重起来，图形化。我在会上提出来，美国你那些小型的环礁，现在你要主张200海里；日本的冲之鸟礁只有桌子这么大，也主张200海里。那么你们怎么自圆其说？你们如果继续支持这个所谓的这个裁决的话，那么你们是不是放弃你们的生存？如果你们不放弃，那就是双重标准，那就是政治炒作。我并没有得到他们的清晰的回答，他们可能也无法回答这个事情。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啊，我们都希望不要再朝这个打饭。有的时候啊，中国很难，你会发现他们这个世界做好人怎么就这么难？好好跟你说话你不当人，这点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。因为这个世界上除了恶霸，像那种霸权国家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全球南方国家里面有那些不当人的小国，你把他当南方国家，你把他当阶级兄弟，他给你蹬鼻子上脸，死不要脸，甚至比恶霸做得更无耻。巴拿马算其中一个，所以要收拾呀，所以要收拾，真的。然后呢，这些小国关键是什么？那些领导人都是那种被西方人教出来的，又蠢又毒又笨又坏的那种。但这种人记住，他们最大的武器就是裹挟本国国民。所以中国怎么办？中国要学会堂堂正正的惩戒这些国家。对中国来讲，第二个考验就是在面对国际社会的时候，把那种廉价的圣母心收起来。不要在那儿动不动悲天悯人。为什么？因为维护国家利益需要的是真正的战士，不是沽名钓誉之徒。做什么事情还要爱护羽翼啊！我这个刀切豆腐几遍光，要我自己为国家去干脏活，说句脏话我不干了。为什么？我的名声。这种人没有办法捍卫国家利益的，这个事情没办法的呀。在国际丛林的角斗场上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，这就是最高的道德。在此过程中可以使用一切视为必要之手段，这是国际政治的基本游戏规则。所以不想再听到外交部说上演农夫与蛇的故事了。你明知道它是条蛇，你明知道它是个冷血动物，你还要去救它，之后那怎能怪它又反咬你一口呢？所以我觉得在丛林当中的摸爬滚打，中国现在成为了一个大国强国，可能也要有了同等级别的成长和买到的一些教训。说到买到的一些教训，因为巴丹岛这个地方，我跟大家提一下，过去几年真的是美菲不断的在这个地方，就在巴丹群岛这个地方部署军事基地，冲着谁去的？人家很明显就是冲着你中国去的，中国大陆去的。你看一直忍到现在，我跟大家说，最近是2025年，美国首次是把他们的岸舰导弹系统已经放在巴丹群岛进行演练了。这个是干嘛？这个就是专打军舰的呀。因为巴丹群岛啊，不仅就是巴丹群岛就是巴士海峡，因为巴士海峡就在这个台湾地区跟巴丹群岛之间，这个是中国进出西太非常重要的一个水道，所以他把岸舰导弹部署在巴丹群岛，意思就要去打你的。我们可以把第一张图带给大家看看，就是巴丹群岛将成为美军西太平洋防线的最后一个筛子。因为之前美国大概是在琉球啊，就是冲绳岛啊这个地方部署的防线更多一些。从近2年开始呢，就在巴丹群岛，就是菲律宾这个方面，就从南边，所以说它是最后一个塞子嘛，从北到南一同的在部署了。对应的，我来跟大家提一下，中国也有在部署跟对应强化反介入的能力。大家帮忙点个赞，如果不嫌弃的话。我们一定要改变在南海的现在的被动的挨打的一个局面。这么一个小国，这么一个弱国，这么一个不上台面的国家，整天在这儿折腾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，我们难道整天被他扎着我的脖子上拉屎拉尿羞辱我，然后全世界都指着我们的鼻子骂我们？菲律宾很有意思，
这个他老在南海闹事儿啊，然后他每次闹事都带着记者，然后呢，我们用水炮去喷他，然后国际媒体就骂我们了，说我们是以强凌弱、以大欺小等等。然后呢，我这次去菲律宾，哎呀，菲律宾1亿多个人了，他们说这个每个人都恨我们，为什么呢？他说你中国欺负我，你占我的土地，你霸占我的渔场，你这个侵占了我在南海的石油储备、天然气储备，你让我这个国家无法发展啊，我们很贫困呐。中国如此之大，如此之富有，你不能让给我们一点吗？你中国有那么广阔的土地，南海就这么一丁点，你给我们一点不行吗？哎呀，这样你怎么跟他缠呢？我跟大家说，我当时怎么说的？我说啊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你的宪法里都有这一条，而且你现在菲律宾的时点在哪？1898年，1898年，美国和当时的西班牙帝国打了一仗，美国全胜，西班牙全败，而这个美西战争标志着美国从一个地区性的国家走向一个全球性的，最后是全球霸主的开端。所以美国跟西班牙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，美国人说把菲律宾给我，那菲律宾是什么呢？你得说明白吧。所以美国和西班牙就签了一个1898年条约哦。这个条约里边，就像你去买房子，你得说你要买第几层，102还是103啊，是吧？面积是多少？大概的地面图是什么样？西班牙要画这个图啊，这个图上写的清清楚楚的，菲律宾的西部边界有一条经线118度，就是说118度线以东是菲律宾，118度以西不是菲律宾啊。这条线是美国人和西班牙谈的，是写在1898年美西条约里边了。现在菲律宾跑到了黄岩岛，跑到了仁爱礁，跑到了更西边。大家听我说，现在中国和菲律宾在闹的这些岛、这些礁，都是在东经118度以西。什么意思呢？美国和西班牙1898年做的这笔交易，不包括东经118度以西的任何的土地或者水域或者岛或者礁。所以啊，我现在大声疾呼啊，菲律宾，你可千万别动东经118度线啊！你跟我说，你承认118度线是你的西部边界，还是你不承认？如果你承认的话，那你就应该从比如说黄岩岛、仁爱礁所有的这些撤回到东经118度线的东边来，你别在118度线的西边去折腾我呀。那他肯定说，那我不撤，是吧？仁爱礁已经坐谈26年了，我每年都要去补给好几次，宣示我的主权。另外一个，不仅我这么说，还有美国人在我背后撑腰呢，还有什么海牙什么国际仲裁案的判决呢？等等，你让我撤怎么样？然后你要跟他说，如果你要在东经118度线以西折腾，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菲律宾会说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推翻了东经118度线作为你菲律宾西部边界的这个事实啊！所以大家听我说，如果他不撤，那就跟他讲明白，那118度线就不成立了。跟菲律宾讲，不是我不让你成立，我让你捍卫118度线啊！你跑到西边来干嘛呢？你跑到西边来又不愿意回到东边去，那就是你不承认有118度线。这一来的话，大家听我说，现在我觉得对于菲律宾就这么简单。你跟我说，你还要不要118度线？你要，我们相安无事，我们睦邻友好，共同发展。你不要118度线，你要向西挺进，那我中国就有权利向东挺进啊。他可以越线，我也可以越线啊。寇可往，武亦可往呀。所以我们跟他争的不是这几个岛礁的事，大家听我说。我们跟他们争的是118度线的完整性，你要不然它就是完整的，我们相安无事，你给我撤到东边去；你要不然它就是不完整的。不完整，大家知道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情况？菲律宾可以向西，就意味着我可以向东。有人问我说：“老高，我们向东挺到哪儿啊？”大家听我说，你千万别被我吓跑了。我说，如果我们越过118度线向东，可以一直挺进到菲律宾的最东部的边界。那你想想看，你菲律宾说，哇，我最西边你过来了，然后你一直向东走，跑到我的最东边，那我变成什么了？这是你自找的，知道吧？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后手。